大家好，这支影片是我们今年在丙之浦和尾道的旅游记录。从有玫瑰之城之称的福山市转乘公车到丙港站，就可以抵达港边小镇丙之浦。丙之浦是丙的海湾的意思，这里的海流会在涨退潮时改变流向，使得船只交通不得不在此停泊等待，因此从古代开始就被称为等待潮汐的港口。沿着港边建造的石阶梯叫做堰木，是为了应对潮汐涨退的变化，让货船能随时进行货物装卸而建造的阶梯状船铺。连同港边这座建于江户时代现存最大等级的巨大长夜灯，成为当地最具代表性的地标与风景。以16种中药材酿制的保命酒是当地著名的延寿特产，古味满点、气势十足的入口是将位于福山城城内的长屋门面，在明治维新废城后移至此地复建而立。丙之浦被划定为重要传统建造物群保存地区，在展示馆中介绍了现存不同时代的历史建物与民族四季活动。原本没什么观光客的小镇，因为推广特色景观与历史，近年在假日时，跟我们下一站要去的尾道一样，已经成为有点热门的景点了。在百年老屋餐厅里享用好吃的咖喱饭后，我们沿着港边散步走回公车站。很可惜，这次因为时间关系，没有搭乘游船到对面的变天岛和仙醉岛游览。回到 JR 福山站附近，就是1966年重建的福山城。简单参观后，我们准备搭车前往下一站尾道。距离上次来尾道是2018年，当时在这里住了1个礼拜的漫游，是我们难忘的美好回忆。所以这次也在将尾道列入行程中，再次回味。尾道不只有山有水，还有条长长的商店街，里头什么店都有，非常好逛。先到上次住宿的海蛮之床背包客栈。顾名思义，这里就像海蛮身体一样，房子的纵深超长。这次来访时，1楼的店家不巧没有开放，不过螳螂底的院子里还有一间小巧可爱的独立书店纸片，来到这里也不要忽略错过喽。早年由于古民家里并没有浴室，尾道这里曾有许多钱汤，可惜现在大多已经歇业。同样已经停业的大和汤，我们上次来的时候，这里还是间地方特产店。经过这几年的市场变化，目前这里是一间以钱汤为主题的居酒屋，以现包的小笼包作为卖点，连 Otoshi 提供的也是台味十足的咸榨菜。不过老实说，口味普普通通，态度也是冷冷淡淡，吃不饱喝不过瘾 ，CP 值实在不算高。相反的，位于尾道戏院旁的这间鸟川全兵卫，我们就非常推荐。这间昭和9年创立的居酒屋，因为疫情影响了营业，而开始在午餐时段提供拉面，没想到意外的大受欢迎，后来便将拉面列入全日的固定菜单中。
据说由台湾人创始的尾道拉面，喝来真的有点台湾肉燥汤头的感觉。店内的热情服务和拉面热汤拯救了我们的心情，对比上一个店家的态度，真像洗了一次冷热交替的三温暖。用完餐后，我们到当地人推荐的在地老钱汤丽园温泉泡澡，老板娘跨越国界的微笑与招呼，让我们仿佛无缝融入当地生活。这种亲切才是我们记忆中的尾道啊！第二天一早，先到港边散散步。码头旁的 Onomichi U2 是由旧仓库改建的复合商业设施，内部除了有旅馆、餐厅与酒吧，作为濑户内岛坡海道的起点，也为自行车车友们提供了各种设施与服务。走回商店街吃早餐。我们上次来过就很喜欢的尾道浪漫咖啡，这里都是以虹吸式冲煮咖啡，所以口感上比一般的手冲更为浓厚香醇。店员到桌边为我们倒咖啡，还没喝到就闻到香气。搭上烤得酥软的果酱吐司与撒点盐巴的水煮蛋，简单的经典组合，口味却令人难忘。浪漫咖啡附近有个小路牌，顺着指标走出商店街，过了马路，穿越隧道，就可以抵达尾道缆车站。尾道除了港边风景，山上也有许多寺庙，在缆车上可以以360度欣赏美景。车厢内的解说居然还是现场广播，真的是诚意满点。这个山顶上的观景台，上次来的时候还没有盖，循着螺旋步道通往延伸平台，远眺不知是在海上还是在云里的濑户内海群岛，近看则是尾道市区造船厂、水道船只往来频繁的港岸小镇风景。我们沿着山上步道慢慢往下走，来到了见晴亭。这里除了是咖啡厅，也是青年旅社。曾经是有钱人家的别屋，后来更作为日式旅馆。荒废了30年后，在2016年整修为现况。咖啡厅的入口以海洋与船屋风格装潢，旋转地板用鹅卵石排列出船舵的图案。由于新建在山坡陡壁之上，因此视野特别的辽阔，非常推荐可以来这边喝杯咖啡看风景。再往下走一点，就可以到达另一个尾道地标天宁寺三重塔。300多年的木造古塔与尾道市景的合影，绝对是来这里一定要拍的尾道经典场景。顺着山路一路往下回到市区，我们散步到铁道的另一端。这个区域曾经聚集各式商店与工厂，因此还有尾道小银座的称号。循着上次参访的记忆，来到了北村洋品店与三轩家公寓。这边跟前面介绍的海蛮之床跟见晴亭一样，都是尾道空屋再生计划的案例。可能是平日的非营业时间，里面的咖啡、古书、古着店这次都没有开放，非常可惜。不过对接同样是尾道空屋再生计划的尾道高地屋，上次来的时候才正要开始整修，现在已完成作为包栋民宿，客人可以在此体验古民居的住宿空间，倒是这次来访尾道的大惊喜。以上就是我们这次在丙之浦和尾道的旅行记录，最后也分享一些相机摄影画面。大家是否也喜欢这2个小镇呢？
喜欢我们的影片或照片，欢迎按赞、分享、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我们下部影片见。